月黑风高，我们一行人挖开了西周大墓。刚踏进去，准备寻找稀世珍宝时，却发现不远处的墓顶上有一个盗洞。就在所有人叹息这趟肯定白忙活了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的耳室里，却发现了大量散落的青铜器。仔细看，耳室墙上有明显的水痕，肯定之前这里整个泡在水里的，所以那伙人没有发现。孙老二眼都红了。发了，把头发了，我们发了！耳室里有好几十件青铜器，黑漆骨、水银锈，正儿八经的西周水坑货。分批转运，全给我拿出来。得嘞，南边的这帮老鼠们是改吃素了，竟然会给我们留这么多肉，我真是替我妈感谢他们8辈祖宗。哈哈哈哈！跟哥回家吧。随后大家都忙活起来，我也掏出蛇皮布袋蹲下来，往里面塞青铜器。接着我把装满青铜器的蛇皮口袋拧了几圈，绑在了绳子上，蛇皮带一点点往上升。这时把头在上面拉。之后的1个多小时，我们一共运出去了满满8大袋子青铜器。你们仨赶快上来，马上天就要亮了，咱们得快点下山。把头，你说这得有几个点儿？术业有专攻，几个点这事儿还是得问老大，这是他估得准。知道我们得了手，孙老大那边立马联系了一颗痣，让一颗痣派人过来搬东西，顺便帮忙掩盖盗洞。这一颗痣也是位奇女子，这人不光给我们王把头当后勤办，据说还监制着其他团伙的后勤办。我叫向云峰。其实这是我的第1次下墓，但还没有完，因为还没有找到大墓的主事，所以几天后我们又来到了老地方。风平浪静，开始吧。这时飞鹅山里传来阵阵怪鸟的叫声，这鸟叫声大晚上让人听了心里不舒服。真不吉利！呸！真他妈死鸟！等猫头鹰不叫了，我们也开始行动了。墓道里阴暗潮湿，温度也比上面低不少。云峰，你去昨天那间希尔室看看角落地面里有没有遗漏什么东西。我和孙家兄弟暂时分开了，他们往右边去找东耳室，而我也则左拐要去西耳室。身边没了人，现在又是大半夜的在墓里，走着走着我就害怕了。勿怪，东家勿怪，我只是求个小财，阿弥陀佛。来到西耳室，地面上光秃秃的，没发现残留什么东西。之前那几十件青铜器已经被我们拿光了，但是在西北角有个盖着石头板的大水缸，还在那儿孤零零的。多金一看是陶土烧的不值钱，不过我还是用力推开了上面盖的青石板，想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宝贝。突然一股臭鸡蛋的味道冒了出来，用头灯照了下，里面黑洞洞的，我觉得有些奇怪，便将身子压在大缸边，伸出右手往缸底的黑窟窿里掏。这啥？该不会是金条吧？不对，哪有这么轻的金条？我摸出来后低下头用头灯一照，是一根死人的大腿骨。这难道是墓主人的尸骨？西周到现在还没揽成渣。我鼓起勇气，又伸手去缸底掏。正在我侧着身子来回乱摸的时候，我食指、手指感觉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下，迅速抽出来手一看，我手指头前端已经流血了，还有2个小洞。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被蛇咬了。二哥、三哥，救命啊！你是见鬼了还是咋的？谁要害你命？二哥，我被毒蛇咬了，我马上就要毒发身亡了。啥？毒蛇？老三，云峰手指上这伤口这2小眼是蛇咬的吗？听着像是有点像，不过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啊，二哥。云峰的手指才多宽，你看这伤口的间距，哪有这么小的舌头？哎，没事，云峰，你看你这流的血颜色这么好，咬你的肯定不是蛇，更不是毒蛇，我猜可能是老鼠吧。别多想了，没事，来帮忙干活吧。知道了不是毒蛇，我心里轻松了不少，随后就帮着他们清理东西。不过这东耳室的陪葬品寥寥无几。哎，我们还特意拿了这么多口袋，本想着还能干一场大丰收，结果倒好，尽是些破烂。把头，真是一场欢喜一场空啊！东耳室肥肉少得可怜，没几件能打的东西，都是些小玩意儿。有多少算多少吧，下一步赶快去找主墓室，棺材里的东西才最值钱。把头，下边我们已经转了一圈了，完全没看到主墓室的痕迹啊！不可能的，古代有钱有势的人死后，不可能不给自己建主墓室，还有点时间，你们再找找看。我们得到了指示，于是又开始仔细地寻找主墓室，有棺有椁有尸身有陪葬品，这才能叫主墓室。但是很遗憾，找了好半天，还是没能找到主墓室。最后装好那几件西周货，今天我们也就到这儿了。回去的路上，王把头一直忍不住摇头。不可能，没道理啊！怎么会找不到主墓室？
回到小旅馆，我有点困，回去几乎是一沾床就睡着了，这觉一直睡到中午。我准备待会儿找个小诊所打一针狂犬疫苗。起床后一看，我的右手食指肿得特别大，一根都快赶上2根那么粗了，而且伤口那2小眼正往外淌着脓水，而且也不痛不痒。我害怕的用手摸了一下，一点知觉都没有了。最后去医院打了针，之后拿了药吃了，但一直也不好。晚上回到旅店，把头对我说：“云峰，你今晚就不要下坑了，在家休息一晚。我们这2天的任务主要是找主牧师。”他让我留下来看家，但半夜竟然手指疼了起来，是那种钻心的疼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跑到街上买药。小伙子，吃普通药不管用的，我给你介绍个人吧。刘婆是广西人，是从10万大山苗寨里嫁过来的。刘婆自己家有草药，她很会治毒蛇咬伤。此时我已经疼得受不了了。俗话说病急乱投医，也不管药店老板说的真假，直接打个车去了刘婆家。后生，我问你呀，你确定看到咬你的是蛇？阿婆，我也不肯定。我告诉你，咬你的是一种长着白触角的地角仙。10万大山里，老一辈苗人叫它狮角仙，他们只能活在死人堆里。阿婆，你能不能治我？我可以给你钱，我还不想死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要是不肯说，那你就请回吧。我内心纠结，要是说了我的身份，我知道可能连累的不只是我，把头和孙家兄弟也会被抓。行吧，我知道了，你跟我来吧。随后他让我躺在床上，给我的手指上抹上了黑色的药汁。说来也神奇，第2天果然手指已经消肿了，也不疼了。对刘婆千恩万谢后，我回到了小旅馆。我看到王把头脸色不好看，便问他怎么了，是找到主牧师了吗？二哥不见了，昨晚在坑里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把头，大活人怎么会失踪？王把头和孙老三脸色阴沉，看起来心事重重。原来对比东尔市、西尔市没出什么正经东西，孙老二对这事儿心里一直有膈应，所以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俩就分开行动了。孙老二说，没准西尔市下面有什么隐藏的地宫暗阁，那些青铜器、玉器可能都埋在里面。但到点木口汇合的时候，却不见孙老二的人了。最后，王把头决定请外援。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旅馆里来了2个人，一男一女。男的戴着墨镜里的平头，精瘦精瘦的；女的看起来30多岁，一脸寒霜。云峰，认识一下，这是姚家兄妹，道上有名。他们叔叔可是咱们行当里大名鼎鼎的牛人姚师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男的叫姚文策，女的叫姚玉门。特别是这个女的，在国外进修的国际考古专业，而且她对大墓里的机关陷阱、金刚石、封门石、流沙天火翻板这些东西研究颇深，这种本事是能帮到我们的。于是当晚子时，我们来到了飞鹅山的半山腰上。我跟你们一块下去找人。老二是我弟弟，我坐不住。看火放风的事，就拜托把头你来安排了。把头只能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我、老大、老三、姚家兄妹一行5人下了坑，坑上面的安全只能全交给了王把头。顺着灌顶下去墓道，玉姐来回晃着头灯，她在观察一些我们可能忽略掉的细节。你们看，看这里。玉门，这是自尽。我好奇地蹲下去看。只见玉姐手指的地方有一部分石皮脱落，坑下的积水退去以后，墙角上有些泥干掉了。我隐隐约约地看着像字迹，这是古经文《九叠传》。孙老大看清了字迹，顿时惊呼出声。好奇的墓，据我所知，这种文字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停用了吧？怎么会到了西周还有人用？我们又往上面泼水，随后我们就发现整堵石墙错落有致，竟然全都刻满了古经文《九叠传》。这有没有可能是墓主人的墓志铭？没错，有没有可能是墓志铭？不太可能，西周还没开始流行墓志铭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堵墙有可能是一道门？老三，包里有雷管吗？大哥，带了4根。打眼安上，给我炸开！你们疯了！开灌顶用炸药也就算了，这可是在墓道里，你想把我们全都活埋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再去附近找找看，要真是一堵石门，西周工匠封门时肯定放了自来石，要没有暗格，他们自己就得关在里面了。玉姐，我想说一下。玉姐，希尔市墙角有个大陶缸，大缸底下有个黑窟窿，好像还很深。走过去看看。孙老大走过去，推开了缸上盖着的青石板。云峰，你怎么知道？大哥，你不知道，我从下面掏出来一根死人骨头，底还有股臭味。还有啊，大哥，
下面有咬人的狮角仙，可千万不能伸手进去摸啊！啥玩意？狮角仙？那啥东西？咬你手的不是蛇吗？不是，反正肯定不是蛇，我能感觉到。小云峰，你说的是不是头上长着一根白触角的甲虫，有点类似大号的独角仙？可能是吧。见我点头，玉姐和姚文策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，变得很明显。怎么了，姚姑娘？你说那东西叫狮角仙也行，我听我叔叔说过，那东西寿命只有2-3个月，而且只能靠吃腐肉存活，是一种很罕见的穴居性毒虫。这只能说明一点，这下面90%有死人，而且死亡时间绝对不超过3个月。当时三哥他拿着棍子末端朝着缸底下就捅，隔了3分多钟，就跟钓鱼一样。他小心地往回收棍子，棍子头竟然带上来2只扁平的大甲虫，几人都吓了一跳。注意安全，别被咬了，这东西有毒。平头男姚文才一甩棍子，抬脚就踩了上去，这2只甲虫一下被踩爆了。接下来呢？我们是不是要从这钻下去？这种甲虫有毒，而且下面不知道还有多少，下去找死。姚姑娘，不知你有什么高见？没错，我是收了王把头的钱，不过我和我哥能来，全是看在我叔叔的面子上。我是来帮忙找人的，不是来这跟着你们一块冒险送死的。这个洞，要下你们下，我们兄妹是肯定不会下的。别这样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？要不我们点把火？那天晚上，飞鹅山的半山腰上出现了一副奇景，不知道是谁家祖坟冒青烟了。过了半小时，陶缸大半个都熏黑了。姚文策用棍子往下捅了捅，这次没带上来狮角仙，应该有用。谁先下？我来，我先替你们下去探探路，万一二哥就在下面，我也能把他救出来。他扒着缸边，先用腿探了探深浅，下面传来一阵碎石塌陷的声音。啊！抓住！别乱晃！老三，我抓住你了！好险，应该是踩塌了。姚玉门用手电往下照了照，陶缸下面漆黑一片，黑乎乎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下面难道是地宫？怎么会这么深？最后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放登山绳，几人就陆陆续续的往下滑，从上面下来。这下面的空间非常大，不光是我，姚家兄妹和孙家兄弟都看呆了，黑得厉害。我就用手电四处乱照，走在前面的孙老三最先注意到，他忽然让我们停下来，说前面地上有死人骨头。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，时间不长。我还在旁边地上发现一个空了的农夫山泉瓶子，虽然有很多疑点，例如没有看到头骨，也没有衣服。后来我们分析，肯定是之前那伙南方人，可他们怎么死的，又是怎么下到这里面的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互相之间黑吃黑了。这时，姚玉门从包里掏出一个罗盘，他开始蹲下来摆弄罗盘。走，去那边。几个人跟着姚玉门往西北方向走，走了10多分钟，我们被一堵大石门挡住了去路。石门表面上刻了很多图案文字，密密麻麻的，绝大多数都看不懂，仿佛刻的是另一个世界的文化。石门正中间有4个字，不是之前的9叠砖，像是鸟砖，看得很显眼。你认识鸟砖？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打算退出？这等级已经超过了马王堆汉墓，那4个字是劫字行宫。这石门后面是数吨重的自来石，从外面单凭我们几个人根本无法打开。你们无意中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，这是国家级的大地宫，里面的东西我们动不得。姚玉门想退出，是因为他害怕了，可这样孙家兄弟就不乐意了。当时的气氛很紧张，小平头姚文策脸色阴沉的害怕，双方意见不合，剑拔弩张。你问我当时怕吗？说实话，我当时7分害怕，3分好奇。害怕的东西不必多说，我好奇的是地宫后的石门里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。下面对讲机的信号不好，还是我把眼前发生的事告诉了王把头？各位，老大老三，云峰，姚家姑娘说的没错，此事已经超过了我们能安全脱身的范围。你们上来吧，老二不找了。双眼通红，像失了智一样。巨大的石头门巍然不动，半空中只飘下来淡淡灰尘。孙老三无力地坐在石门前薅着头发，我鼻头一酸，也有些难受。二哥是我们团队里的活宝分子，他突然失踪，凶多吉少。我们想救人，却找不到他一点踪迹。他就这么在这座西周墓里凭空消失了。我们当时没能进去，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，
是因为门后面那块自来石。当晚半夜3点多，我们一行人还是从盗洞爬上来离开了。坑上面王把头的脸色很不好看。作为在这一行混了半辈子的王把头，在某些事上还是有分寸的。超过2、3吨的封门石，就算用上拐子针绑上绳子，单凭我们2、3个人也拉不开。王把头改变了原先的计划，他一边让孙老大尽快联系买家，把那7、8袋子青铜器尽快变现，同时另一方面，王把头联系一颗痣，让他手下那帮人尽快想办法把盗洞回填，不能在原地留下痕迹。我们要尽快抽身，离开顺德，暂避风头。同时，王把头还严厉叮嘱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把今晚的事传出去，以免给自己招来牢狱之灾。从小一块长大，一块喝酒一块发财的孙家3兄弟，现在突然没了一个。孙老三天天喝得酩酊大醉，借酒消愁。二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快回来分钱吧！第2天我出去吃饭，还打包了回来，准备给二哥吃的。但是看到旅馆地面上一地揉成纸团的白纸，孙老三躺在水泥地上，他身边也到处都是纸。三哥，这是什么？我找到了，云峰，我找到打开自来石的办法了。拐子针，用加粗的拐子针就能拉开。哎，不行，三哥，就算把拐子针加粗，那也是个工具，工具得有人用，咱们人不够。不，孙老三捡起地上一张纸，他指着纸，兴奋地让我看。我看得疑惑，白纸上画了个大篮筐，还画了3头小牛犊子。三哥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哈哈，没错，针再加上3头牛，再把拐子针加粗，绳子加粗，肯定能一下拽偏自来石。3头小牛肚子能拉得动。我们威啊！云峰，你想想，下去的那个洞口就那么大，大点的东西都下不去，我们可以用篮子放下去。三哥，你没事吧？没发烧吧？干不干？云峰，跟我和老大一块干！那把头呢？把头退役已决啊，三哥，不用管把头，就我们3个。这晚1点多，孙老三带着我瞒着王把头到了一处秘密地点。一进屋，我就看到了几天不见的孙老大。让我意外的是，还有那个女人，一颗痣，焚香3炷，在一颗痣的见证下，老大老三和我一起跪在地上。就这样，我们结拜了异姓兄弟。这时，一颗痣眼中露出一丝异彩。这可真是想人不敢想之想，干人不敢干之事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那时候我真激动的不行，非得干开那个石门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个啥。后来那堆青铜器，孙老大卖出去一半，剩下一半。分钱那天，我们一伙人聚在一起。当然，王把头不知道我们3的秘密计划。最后，孙老大跟把头谎称带我去南方玩玩。就这样，我们又回到了飞鹅山上，靠近墓葬那块有20多亩水田，我们全包了下来。一颗痣又买来3头小牛犊，这种牛叫夏洛来牛，这种牛生长最快，长到差不多了，力气也大得很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就把小牛犊子用绳子送了下去。虽说是小牛，可这玩意儿也有上百斤，关键是它不配合，老是乱蹬腿乱顶人。我们费了不少劲，搞完了浑身都是汗，在下面支起帐篷，地上打个钉子，把牛拴在上面。那几个月，这3头小牛就是我们祖宗，就差求着他们吃饲料，一天能喂8顿，绝不喂5顿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。地宫外面又潮又湿，孙老三每晚都会从帐篷里钻出来看看小牛们有没有事。往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风平浪静，老大老三喂的小牛犊一天天长大，我们给小牛喂的最好的饲料，它们长得非常快。加粗的拐子针早就搞来了，这东西是老大找洛阳一位高手做的，大小要求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。在下面的时候，除了喂牛，3个抽空就会拿上锤子凿子，在石门上敲敲打打，用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，终于在石门上敲出来一个牛鼻凹槽。到了晚上，我们要真干了，靠你了，伙计！孙老大摸了把牛头，养牛100日，用牛1时，3头牛哞哞叫着往后拱。我和一颗痣一样，都使出吃奶的劲，脸憋得通红。坚持住，再加一把劲儿！给我，他妈的，开！伴随着最后这声怒吼，身后的大石门传来一阵巨大的动静声，反顶着地宫门的自来石，让我们拉倒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缓过来后，几人一起把手放在石门上，一用力，石门就被推开一条缝。从这往里面看，一片漆黑。我最先闻到一股香味，和第一次下墓时闻到的那种香味一样，不过这次的香味明显更重，扑鼻而来。老大说过，这种香味不是什么好现象。晾了一会儿，确保里面空气流通后，孙老大带头，我们都钻了进去。里面很黑，不过老大早有准备，我们点亮了之前准备好的火把。大哥，这是什么？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木头，准确的来说是很多打造好的木头，每根大概1米左右，数量巨大，何止千百根。每根木头的表面都有刷一种黑色的东西，看着像是某种防腐油漆，那种男香味儿就是从木头里传来的。黄肠题凑，
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先前在上面消失的主墓室。随后，我们分头寻找能进里面的路。几人暂时分开，每人之间大概也就离了6、7米远，都能看得到对方。我举着火把在木头山的西南角找。三哥，大哥！火把只照亮我身前的一小片地方，四周很黑。我叫了2声，但没人回我。我吞了口唾沫，举着火把慢慢回头，没人了。一可知孙老大、孙老三都凭空消失了。此时不知道从哪儿吹过来一阵凉风，我的瞳孔越张越大。三哥，大哥，红姐！我嘴唇哆嗦着大喊，还是没人回话。在这个密闭空间里，甚至连回音都没有，四周黑乎乎的。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，是不是遭遇鬼打墙了？以前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们常讲，说鬼打墙是鬼魂为了玩弄人，要是在里面乱走乱跑，会摔死淹死，一辈子都在原地转圈。云峰，你在那儿干啥？声音，我不会忘，是二哥。二哥，我举着火把猛地回头，身后什么都没有，一片黑暗。云峰，我在这，快来找我！又传来了孙老二的声音。云峰，你疯了，乱跑什么？你们刚才都去哪儿了？我怎么没看见你们？好好的，云峰，你别吓人啊！我们刚才也一直在找入口啊。大哥，刚才我好像看见二哥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云峰，你在哪儿看到的？这除了我们根本就没别人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不，他没眼花，我好像也看到老二了。是不是闹鬼了，大哥？别怕，不是闹鬼，就算闹鬼，也是这东西闹的。老大，你是说刚才我和云峰看到的是幻觉，不是真实的老二？罪魁祸首是这些黑蘑菇。是的，你们跟我来这边，我发现了点东西。里面很黑，等所有人出来后，孙老大用强光手电朝四周照了照，他拿着手电的手定格在了半空中，顺着这道亮光看过去，我们所有人瞳孔瞬间睁大，眼前没有棺椁，只有棺材，一排又一排，不知道有多少具棺材，这些棺材有些还烂掉了。大哥，这么多集中的棺材，这里难道是个西周的殉葬坑？接着三哥撬开了一口棺材，里面都什么没有，除了尸骨。真怪事了，怎么偏偏看不到那个劫后棺椁？难道这主墓棺椁上天了不成？接着我们走了不到2分钟，前方又有座石门挡住了我们去路。三哥，快看这2尊石雕的眼睛！此刻我突然注意到一处细节，这2尊青石镇墓兽的眼睛都有点一大一小。大家一致决定开门，随后牛逼凹槽打出来，还照着之前的办法。我喊到依旧使劲儿，这玩意儿小了很多，应该能一次搞成。再给他点力。他再松动了，坚持住，开了。好冷的风，里面像个冰窟啊。进去看看吧。2道门里面的温度很低，人一进来就能感觉到。虽然都穿得很厚，但还是冷得厉害，呼出来的白气都这么重。胡乱打着手电，我忽然发现了一件东西。壁画，这好像不是西周风格的壁画，不是西周，什么意思？我又看了一遍，石墙上这些壁画整体颜色以黑红色为主。更奇怪的是，目前为止，一件像样的陪葬品都还没见到。当初姚玉门一口断定，这是比马王堆规格还高的国家级大地宫。他还推测里面有动不得的镇国级文物，可东西在哪儿？没办法，既然已经进来了，我们打算继续往前探索。